用高丽菜和香菇来做一道家常菜料理。这次要来和大家分享一道免揉面团的馅饼，可以当成早餐，或是下午茶点心，或是宵夜嘴馋的时候吃也可以。里面的馅料呢，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增减食材，或是冰箱里面有什么食材就用什么食材来做馅饼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ristin 巴辣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元宝。看影片之前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。那现在我们就来做高丽菜和香菇的这道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一朵香菇，用热水泡软。来分享干香菇的生长过程。种植香菇的太空包放置3-4个月就会开始长菇。准备3片高丽菜，从后面开始切。高丽菜可以增添食物的甜味，还可以增加一些清爽的口感。把高丽菜切成细丝，大家也可以用豆薯切丝代替。最近高丽菜变便宜了，可以多吃一点。换一个方向切碎。有时候一大颗高丽菜买回来吃不完，可以做这道料理来做变化。把高丽菜放入盘中。准备1罐罐头草菇，这是我在杂货店买的，1罐40元。它的成分简单，就是水、草菇和食盐。我想把它拿来代替鲜科，现在把它打开。把草菇沥干水分，用8颗就好。把草菇切一半。把草菇放入盘中，准备1/3条的红萝卜，把红萝卜削皮。孩子们比较排斥红萝卜，所以做煎饼、素鱼、素丸子、馅饼等等需要切碎的馅料，把红萝卜切条，我都会偷偷把红萝卜放进去。把红萝卜切碎，让孩子不知不觉把自己不喜欢的红萝卜吃进去。你们家的孩子喜欢吃红萝卜吗？欢迎留言一起分享。把红萝卜放入盘中，准备1根芹菜。洗干净之后，把叶子去掉，把芹菜的根部切掉，把芹菜切碎。我用芹菜代替葱，放点芹菜可以增加香气。把芹菜放入盘中，太空包打开来，可以看到很多木屑。菇农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洒水，为了保持香菇的湿度。种植约5个月后，香菇会开始冒出来，直到生长完毕，总共需放置约7到8个月。这时候就可以采收香菇了。香菇必须一颗一颗的人工采收。把香菇放入盘中。妈妈还有40菇还没切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切。这不用切，用手这样拨一拨就可以放进来了。给它拨成长长一条一条，这样子。拨了没关系，这样子从它的角可以撕。从它角。对，对，好棒。对，这样子切，这样子拨。哇，好棒哦！这个呢？可以了。放入盘中。准备半张的海苔，把海苔剪碎。妈妈可以吃1条吗？哦，好，这里给你1条。准备60克的中筋面粉，40克的再来米粉。盐1/4茶匙，白胡椒粉1/4茶匙，五香粉1/4茶匙，放入150 cc 的过滤水，把它搅拌成浓稠的面糊。已经充分调成面糊了，可以了。先来炒馅饼的馅料，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放入香菇炒香，香菇不要炒得太干。采收完的香菇会经过机器将香菇依大小分类，因为香菇蒂头比较重，也比较没有菇伞这么好吃，所以筛选完的香菇会把它们的蒂头剪掉。炒到像这样的距离就可以闻到香菇的香气。现在放入红萝卜，把红萝卜炒至充分吸收到油。
红萝卜大约炒了40秒左右，现在放入草菇、秀珍菇也一起放进来。菇类会出水，所以先暂时不要放水，持续的翻炒。菇类有变软了，现在放入芹菜末、高丽菜一起放进来。放进来后快速翻炒，大约略炒一下，放入过滤水。锅边淋入一些水，快速翻炒，大约略炒一下，放入海苔。放入海苔可以增加一些海鲜的味道。现在可以来调味了，半茶匙玫瑰盐，1/4茶匙白胡椒粉，半茶匙2砂糖，花椒粉适量，快速的翻炒均匀。馅料不要加太多水，像这样的湿度就很刚好。炒至所有味道都融合在一起，馅料已经很香了，现在可以关火起锅。馅料盛起来了，锅内放入一些油，润锅子。要用不粘锅做这个馅饼，不然很容易粘锅哦。放入1个汤瓢的面糊，把它推平整。这时候转中小火，接着放入馅料，放在中间。再来淋上1汤匙的面糊，用面糊方式做馅饼，可以省掉揉面团的时间，算是可以偷吃步，快速的做好馅饼。尽量要盖过蔬菜，底部有变硬了，可以翻面。翻完面，先让它煎一下。另一面煎成金黄色了，两面都有金黄色，就可以关火取出。再来煎第2片，锅内再补一些油，油有微热就可以放进来了。放入馅料，一定要趁它还没有变成固体的时候放入馅料，这样才可以粘到馅料。放完馅料可以马上放上面糊，可以给它压平均一点。可以翻面了。煎馅饼的期间，可以不定时的翻面，煎成一个你喜欢的颜色。两面都金黄色了，可以关火取出。来开始试吃素馅饼，不用揉面团的素馅饼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元宝。那赶快吃啊！我跟妈妈一起做那个做剥秀珍菇，做秀珍菇，还有那个拍影片。对，今天有剥秀珍菇，好棒。边边好脆哦，好好吃哦。边边好脆，很好吃，馅料很香。很软。放点甜辣酱，会有不同的层次，很好吃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、加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Facebook 还有 IG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还有小铃铛哦。好好吃啊。